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生酮章鱼小丸子，一样是很多人点名的食谱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做章鱼小丸子的酱料。我们需要20克，差不多2汤匙的代糖。这里用的是阿洛酮糖，1/4茶匙黄原胶，让酱汁变浓稠。搅拌，这样能防止黄原胶直接碰到液体结块。接着我们需要1汤匙酱油，这里凯用的是酱油代替品，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描述栏里。1汤匙水，1汤匙柠檬汁或醋，搅拌均匀。一开始会比较稀，久了就会变更粘稠。这时候我们来做生酮章鱼丸子的面糊。我们需要35克杏仁粉，70克水，1颗蛋，差不多55克，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需要柴鱼粉，加了柴鱼粉的面糊会好吃很多，可以过筛或直接用搅拌器搅成粉。总共1克。加入1/8茶匙到1/4茶匙的盐巴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就好了。除了面糊以外，我也会把菜直接放入面糊里，其中包括35克的洋葱，先切碎，65克高丽菜也切碎，记得要切碎一点，口感会更好。全部放入面糊里，搅拌均匀。这是面糊最后的状态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其他蔬菜。要做章鱼小丸子需要用到这种锅具，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在平底锅上煎，做成生酮大阪烧。因为我用的锅不是不粘锅，所以一定要刷上1层油。如果像我这样是新手，可以先做几颗，我这里先做5颗。接着大家可以放入小章鱼，我没有章鱼就用了鱿鱼。底部定型我们可以像这样，小心把它翻过来。过后再补点面糊，定型再翻面就好了。接着拿出来，刷上刚刚的酱料。现在酱料已经变浓稠一些了，放上柴鱼片，挤上日本沙拉酱和海苔粉就好了。这个生酮章鱼丸子的味道真的很好，只是比起人间版本更难操作，更建议新手直接做成大阪烧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